降个档超，哇，爽！ OK， 兄弟们，春风500S Avon， 今天我在福州的长乐春风店试驾这一台。刚刚从山下骑上来，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台车真的非常适合压弯。那么这辆车外观部分其实蛮见仁见智的。如果你是千禧年以后出生的，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太多的老车、老的仿赛，你可能欣赏不来这个外观。但对于我是一个90后，我能够欣赏来像烈火战车，或者说像老的 FC 系列，它都是这样的圆灯。说实话，这个灯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的，特别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拍的画面。 其实这个灯在一些暗光环境下，这一对冲压进气日行灯，包括这个大灯，其实蛮漂亮的。然后春风这次的漆水也是非常漂亮。现在是下午5点，在这夕阳下，这个漆水哔哩哔哩的特别好看。那春风这次明显是想要去融入一些复古的元素，但我个人觉得哈，它有那么一点点。 不新不古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圆灯是个比较古的一个元素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能够再进去一点，可能会更好。然后呢，老的车它这里是一个一体，没有那么多线条的整流罩。那 大部分的新车、现代跑车会有一些比较多，像鱼鳍啊、上了快这部分，就会让这辆车的整体看起来有点不新不古。就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，你们喜欢就喜欢，如果你们不喜欢，那就是不喜欢。然后呢，坐垫部分，这个就像大部分人说的，它的后座真的跟前座会有非常大一个落差。那如果你不载人的话，其实这块能够很好让你顶住你的后面，然后整个人往前趴得起。但如果你载人的话，确实会有个很高的落差。不过 反正目前我没有载人了，然后到了尾灯部分，这个尾灯我个人觉得是蛮漂亮的，包括它的这个双出排气管很漂亮。看看仪表部分，这一次的仪表比较有意思，它会在这边把它的一个功率曲线表放在这个地方。它的 TC 是有1段、2段跟全光可以选，然后胎压，然后下面是现在是脚撑开的状态，然后这是时间，然后剩余油量、水温蛮高的，现在已经110度、109度了。有一点很值得说的，它的转速表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非线性转速表，它在7000转以前，其实它是它那个扭矩的一个比较弱的部分。但是当你过了7000之后，整个发动机就像 VTEC 开了一样，声音轰就起来了，听到了吗？ 然后这边是一个 ESS， 就是紧急刹车的时候，你的尾灯会酸赏。然后快速换挡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把它开启或者关闭。开启之后，你就可以用无离合快速换挡了。这边是它的升档提示，升档提示你可以选择开或者不开。那开了之后，你可以选择你想升档的转速是多少。比如说我在8000转开始换挡。 按 Set 保存，然后在这里面的话，它是可以连接你的手机，然后你的头盔、蓝牙耳机都是可以连接的。这次这个 UI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OK， 那外观部分其实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讲了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那我先讲一下我个人这么骑下来我比较喜欢跟我不喜欢的吧。首先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坐姿。OK， 那我的身高是1.8米，体重是170。我坐上这辆车之后，我是可以双脚掌完全着地，膝盖甚至还是微弯曲的。 脚踏是不会干预到我的这个腿，这点我蛮喜欢的。但是我刚刚骑下来有一点什么，我觉得它的这个脚踏虽然说很高，但是不够靠后，会让我夹的时候这一部分有一点想抽筋的感觉。整体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姿态。那 这个部分高耸的后排坐垫能够很好抵住我的尾椎骨，这样子我可以趴着油箱骑的时候，我可以很好的发力。我朋友是1.75米，我们来看一下坐姿是什么样子的。我看你一边脚是倒地了，另一边呢？OK。 OK， 跟他说完坐姿部分，然后是它的电子快排。这个电子快排，我个人感觉还不错，因为我自己平常用无离合换挡用的比较多，所以无论是升档还是降档，我用下来都觉得很顺。我不确定是我技术好，还是它的电子快排确实介入的比较及时。然后这一台是高配版，所以它配的是一个马吉斯的 S3的胎，胎边上我刚刚跑下来已经有一点点粘手了，抓地力确实很好。这个春风自己刹车，它的刹车制动效果特别的好，真的 特别好，轻轻一点，整个车就迅速的沉下去了。当然，同样的，它的减震的预载偏软。一会儿我们边骑我边跟你聊。然后，因为这是高配版，所以它有一个转向自动回正的一个功能。在路上骑，我好几次忘记关转向灯，但是它都灭掉了。那么外观部分就这样子，我不是很会讲外观，那把这些部分交给那些比较会 PPT 养车的人吧。我们把这辆车骑起来，我们边骑边唠。这是怠速。 它的转速攀升真的超级快的，你们注意听一下啊，过了7000转，它的声音会变，听到了吗？
OK, here we go， 上个山。哇哦，听到了吗？当你过了7000转之后，有个开 tech 的感觉。升个档吧，过了7000转有点麻，而且过了7000转之后，我个人感觉它的油门的可控性就是操控性会比7000转以内更强、更激烈一点。对于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山路以及不熟悉的车子，我还是尽量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吧。这辆车的低扭其实在7000转以内都是比较弱的，它没有像说双缸机来的给的那么迅速。这是一辆4缸机，特别是小排量4缸机，它其实在低扭会弱一些。然后呢，你跑这种山，你给到2档足够了。这辆车做倾角很轻松，车头一推就过去了。减震的预载，还行，我觉得目前试下来，我觉得预载是够的。但是爬山还是想降一个档，对吧？这样更有冲劲。哇哦，过了8000转之后，震动反而更小了。这个山比较小，然后也看得不是很清出现的一个视野，所以我没办法把速度做太快。但是这辆车的刹车能给我一个非常强的信心，刹车一捏，你看迅速停下来，很棒。我只能说很棒。这个车刹车是目前我觉得跟凯越的450双 R 会比它制动力更强一些，但是没有它来的那么的快。这个刹车会让我非常有信心，两指完全足够用。然后呢，前减震的预载如果再加大一点，我觉得它会更适合跑山吧。对吧？如果你要超车的话，我建议你把转速拉过7000转，你的超车效能会更高一点。你从3000拉到7000，这个时间还是蛮漫长的，它的低扭会偏弱一些。说实话，我试驾过不少的车子，我个人感觉春风500 SR 这套的仪表 UI 是最好的。第一个是它这儿你能看到你的功率曲线，第二个是它的胎压跟胎温非常的明显。那这样子我就很清楚，我现在胎温多少，我胎压是多少，我就知道这个倾角我能够以什么样的角度去过，对吧？很多时候啊，拐弯打滑都是因为你的胎温不够或者你的气压不足导致的。这个 UI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，只不过是它的这个转速表，我个人感觉转速表偏小了一点。如果说转速表能够做的再大一点点，那就会更好了。不过谁正儿八经跑山看转速表啊，听声音就好了。你过了7000转，那种 VTEC 开 tech 的感觉，你就知道动力来了，可以开始干了。有没有车？没有车吧？哦，翻个身，哦，好玩。真好玩，但车速不敢快，车速没法快。如果能再快一点，那个弯我应该可以70的过。你看翻身非常灵活，减震的预载不错，足够用的，再加大点会更好。你只要轻轻收油就好了，你不需要去用前刹，你只要收油让你的车身姿态回正，降个档超，哇，爽。OK， 简单总结一下，哇，这辆车跑上真的好爽啊！首先，它的油门转速过了7000转之后，瞬间给了你这种 VTEC High Tech 的感觉，瞬间动力爆发出来，真的骑起来好畅爽。然后呢，像今天这个山，它只有一个单车道，大部分的弯我是看不见出弯距离的，所以我控制住车速在50左右。那么基本上，其实你用1档跑这种山完全是足够的。但有一点哈，就是它的这个油门在给油跟收油这一下，我觉得做的不是特别好，会有点跳动，会有点抽的这种感觉。然后这一对防水流态子，目前我是加大了3格这样子，它的这个甩头控制的特别好，特别是在我过弯翻身这一下，它能够很好的帮我把车头稳定住。减震预载我目前感觉我觉得是够用的，只要你不重刹，在进弯重刹这种动作的话，大部分的时候减震预载是够用的。前减震OK， 后减震会偏软些，但其实我今天这一趟山跑下来，我基本上是没怎么用到刹车的，前刹也只是用了一点点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，我觉得这台车目前的调教可以说是很棒。OK， 那我知道非常多兄弟可能买这辆车，它不仅只是跑山，也可能会说，作为一台日常代步车子，那我们就把这辆车子骑到现在5点晚高峰路上去，看看这辆车的一个低扭表现跟在路上的一个驾驶状态是什么样子。让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在城市道路驾驶的感觉。我们来看看1档的极速多少。1
一档极速93，2档